好，我是林条佑，今天又来到我们新马之旅的番外篇的第4集，也是我们这个系列新马之旅 and 新马之旅番外篇的最后一集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把我们不用组装的一些宣传单和我在一些地方买的东西，按我们去旅行的时间轴顺序来展示给大家看，就是我们这次旅行所买的东西，花了我将近超过5000元的钱去买的东西。那我们当然呢，就要从第一天开始介绍，也就是1月21。我们1月21号有做的事情呢，就只有搭飞机。你们假如有看过那一支飞机影片的人，应该知道我们是搭星宇航空的 JX725。这班台湾飞往吉隆坡的班机，假如还没看过也没关系，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里面点击连结去看哦。那我们在那里面并没有买东西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机票好了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们的机票，上面有写着我们的位置还有我们的区域。然后呢，这张就是我们的机票。哦，对了。还有一个空姐会送小孩的东西，就是这个 A350的充气气球，我现在没有打开来充气啦。但是呢，空姐会依你们的年龄层次送给每个小孩不同的玩具，这是他送我们的东西，所以我不确定他送给其他人的是同样还是不同啦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是送我这个。你们只要有看过我那一支影片的人，应该可以知道他是送我这个，这个是蛮可爱的啦，因为我有看别人充气过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第一天在飞机上看到的东西。还有呢，我们第一天入住的饭店叫做宜碧斯吉隆坡市中心酒店，间很好的饭店，37楼的无边际泳池，然后它的价格也很便宜，对于饭店来说啦。然后这个是他送我们的那个笔记的东西，它有大概2-3张纸而已，就是记事用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马上进入第2天介绍咯。第2天就是我们的1月22号，我们去的地方呢有吉隆坡塔和鸟屋书店，还有苏丹阿都沙漠楼，但是苏丹阿都沙漠楼后来取消了。而我们有买的东西呢，就只有吉隆坡塔纪念品，这个花了蛮多钱去买的，因为这个吉隆坡塔模型，我们来打开来吧，我的是都还没有打开来过了。它打开来后就会第一层，然后呢，这边有分一个这个外盒子，还有呢里面这边的这个，还有主体吉隆坡塔，这就是吉隆坡塔的主体。我是觉得模拟的蛮拟真的，只是我觉得它下面这个球好像做的太大了，我记得本体的这个球没有这么大。这边有写着 KL Tower， 就是吉隆坡塔的英文，然后这个可以旋转呢，好像就类似它的里面所说旋转餐厅一样，真的是可以转。我们那一天去参观的楼层就是这一楼，我发现它底下有一个垫子，难怪会卖这么贵。它这边还有写它是421公尺，那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我们第3天买的东西哦。而第3天就是我们的1月23号，而我们呢早上是去伊斯兰博物馆。假如你们还没有看过那一支伊斯兰博物馆的影片，也可以去资讯栏找连结来看哦。那我们赶快拿出来给大家看吧。博物馆的物品，它就是用这个装着。你们假如之前有看过那一支影片的话，应该可以知道我买了一个镜子和一把扇子。那我们先给大家看它的扇子吧。我也是老规矩，我都还没拆开，给大家先细看一下外观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一个这边有展示说，它的花纹图案是按照这个风格去设计的。然后后面有写它27块钱。那我们把它拆开来吧。哇，各位，它是要这样子侧边打开的，它长这样。花纹超美的，就是伊斯兰他们风俗的花纹。然后这个木头也有那一种木头的香味，其实是蛮香的。那我们先把它收起来。哦，对了，这边不知道写什么字，我只看得懂，最后是写马来西亚。这个木头是摸起来是蛮光滑的。那我们先把它也放在旁边。
那我们来看把一个镜子讲解，那我们一样先把它拆开来吧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吧。首先呢，它镜面就展示了它的镜子，上面还写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英文。背面呢也是写介绍这一面镜子的东西，然后底下也有写它的价钱是7.5啊，它拆开来后一样有这一张纸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镜面主体啦。我发现它的镜面就是这边写了它的字，然后我发现它没有在那一种像别的镜子有隔层，就直接一面镜子。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在伊斯兰博物馆拿的 ID 吧，就是长这样子，后面有写一些字，前面也有。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来，这一面有写伊斯兰博物馆的外观。还有一些看不懂的英文介绍，旁边有写什么成人的价钱之类的一大堆东西。接下来翻到背面呢，就是它的园区地图啦。我是觉得这间博物馆蛮大的，大概要花2个半小时左右才能逛完。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下午去的国油双峰塔里面买的东西吗？一样，假如还没有看过国油双峰塔那一支影片呢，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资讯栏里面的链接去看哦。那我们马上来看吧。我在国油双峰塔买的东西就是这一袋，这是装它的袋子，上面一样有国油双峰塔的双塔的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我们买的东西，是这个，它的明信片，后面可以写一些明信的东西。只是呢，有点被刮伤。然后呢，正面就是它的夜景。只是呢，这张卡片其实它也要50多台币，大概等于10多马币。接下来就是我买的另一个冰箱贴，上面呢有他们的地标吉隆坡塔，还有国油双峰塔，还有一个莫迪卡118最近新的，这边还有他们的苏丹阿都沙漠楼，还有呢他们的很有名的清真寺。底下就会写着大大的马来西亚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动物啦，然后正面就是写的马来西亚，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磁铁，然后呢我还有买了一个纪念币，也是我这一趟旅行买的第一个纪念币，长这样。只是呢我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觉得它为什么这个纪念币不把它缩小，一定要纪念币这么大，可是实际上的物品才这么小的感觉。这边也有上面纪念币，国油双峰塔旁边还有它的高度是1483F。那我们换来介绍另一个东西吧，也就是我们1月24号的东西。可是我们1月24号只有去搭飞机，飞机上也没有给什么东西，可是他给饼干啦。假如你们不知道，可以去底下的资讯栏看哦，那部影片。那我们1月24号有住在乐高乐园饭店，你们假如也没有看过那支影片，也可以点击底下资讯栏去看。而我们在那个饭店里一入住，他会送你们一本书，就是这一本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入住饭店的人都会送这本书，但是我是有得到这本书。而这本书呢，它就是全英文的书。然后他会另外送你们2包乐高，只是那2包乐高并没有给你们看，因为我现在那2包乐高都被我弟拿走了。就给你们看这一本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月的书本都一样，因为这好像是感觉好像可能是月刊，就是每个月都不同的。那我们接下来1月25号哦，就是去乐高乐园，还有早上在乐高乐园饭店有买一组乐高。假如你们也还没看过那支影片，也可以点资讯栏里面的影片去看哦。那我们其实还有在乐高乐园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呢要价不菲的乐高人偶吊饰。这一个呢真的太贵了，对于它的价格和大小来说真的太贵了，要100多块台币。那我们1月26号有去新加坡国物馆，我们有买了一个书本和一张明信片。假如你没有看过新加坡国物馆的影片的人应该知道。那假如还没有看过那一支影片，可以点击底下资讯栏去看哦。那我们介绍一下那本书本是什么。讲，应该是介绍它历史的书本。
我这都还没拆开来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正面，就写着它的标题，我也看不懂它是什么标题的。我只是想要买这本书来做纪念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要看的感觉。然后后面就写着它18金币，还有一个条码。那我们先把它拆开啦。各位观众，拆开来后会发现，这边这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分开来的，但是呢，它一样是被钉在这里。我发现它的这边是用就是链条来把它装起来的，背面这边呢一样是可以把它打开来看。这边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介绍，这本书也要500多台币。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它长这样，里面都写了一些复杂的英文。举例一页来看，它好像就是介绍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些东西啦，跟我去博物馆看到的东西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把它搬回家里。真的感觉这一本书有值得，这些东西我也有在里面看过，只不过它都是写英文啦，我是不太看得懂啦。给你们举例一页来看哈，它就是一些文字再加几个图片。那我们来看我们在那个博物馆买的名片啊。就是这张上面有一些他们可能是复古的建筑，感觉好像是假的，它是用画上去的。这张名片也要3.5金币。后面呢就是可以写自然画画的地方，金沙酒店获得的东西，一样老规矩。只要还没有看过那一支滨海湾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底下的连结栏去看哦。那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介绍是这个，它就是跟那个宜碧斯一样。滨海湾金沙酒店那个纸，里面还有附几支笔，也是送我们的。它上面一样有写着滨海湾金沙酒店，还有它的屋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去它的购物中心拿了一个 ID， 还有一个东西忘记告诉大家，就是它的纪念币。我在那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买的纪念币。它就是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外观，然后呢，有填满整个硬币，让我觉得很满意。接下来第7天呢，我们就是去很多地方，但是我只有在一个地方买东西的，而那个地方买的就是鱼尾狮。假如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组装鱼尾狮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底下的连结栏去看哦。那我们还有几个东西有买，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先赶快把这个包装拆开了。首先呢，它的包装外面一样是滨海湾的图片，然后呢，里面拆开，然后呢就有这个。我买了这个金沙酒店的冰箱贴，然后呢，我还在那里买了一个纪念币。这个纪念币呢，我感觉好像比较值钱一点，因为它是感觉好像黄金的颜色的。它上面有名的鱼尾狮，还有滨海湾金沙酒店，后面一样是金沙酒店的那个名字。我们第7天下午去了滨海湾花园。其实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去滨海湾花园的空中走廊的观景台的门票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第8天吧。首先先给大家看机票，这个是我的机票，一样是搭星宇航空 JX772。那我们就换下一个吧，我们就一样是在上面，空姐有给的这个扑克牌，还是老样子。假如你们没有看过那一支影片的人，可以点击底下的资讯栏去看哦。然后这个扑克牌，你们只要有看过那一支影片，应该知道。那我们先把它拆开来看看扑克牌里面有什么吧。各位观众，拆开就有一个星宇航空的在扑克牌中间。我们先把整盒拆开来吧。各位观众，它看起来就会蛮精致的样子。就上面这边有星宇航空的那个图案，然后呢这边有一张好像鬼牌，后面就是画星宇航空的图案。然后呢，另一张鬼牌是星宇航空的整飞机。然后这边这个就是一般的扑克牌的样子，只有几张比较别的。可是它的图案好像梅花都摆得很特别的姿势，果然这个扑克牌真的有用心设计。你们讲也可以去买买看。然后还有另一个在飞机上买的纪念品，就是那一架星宇航空 A350的飞机。你们假如还没有看过那一支我介绍飞机影片，也可以点击底下的资讯栏去看哦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去旅游的全部纪念品介绍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喜欢我影片的人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